袁经理，这是太和的季总突然给您送来的，说是送您的礼物。好的，谢谢。季总呢？叫他出来，让他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们季总今天不在。不在也得给啊！不在也给我一个说法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好吗？什么态度啊，你这是？你这个时候来电话想干什么呀？来看我们笑话的是吗？我们是来跟他解约的。你们季总躲着我们不见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你别装听不见啊！他欠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对不起，我们季总今天真的不在。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等他回来了，我立刻通知你们好吗？哎，这什么办事啊？让他出来！听记的，别想躲着我们。喂，喂，静然，不好了，我觉得季总要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你先别着急，慢点说。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接到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公司都乱成一团了，他人也不见了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一大早还给我寄了个礼物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去找他的路上。他如果要刻意躲避我们的话，你肯定是找不到他的。你要不要再想想他平时还喜欢去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在威斯顿酒店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在那边等等我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辛辛苦苦的，不求回报，难道我真的要输给那个臭小子？看来我要为我的未来谋划谋划了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泰和星旅的董事总经理季总上台领取标书。季总刚刚自立门户，就拿下这么大一个案子，可喜可贺。那看来以后我们只能做对手了。那要麻烦你手下留情了。挖走前公司的员工，抢前公司的客户，以前您是不会这么做的。竟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现在看来，跟您一比，他还是手下留情的。原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来找我，我这个最得力的位子，永远是留给你的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建盟集团董事长秘书来电话，说要退出我们蓝镇的绿化建设，明天会派律师过来跟我们谈撤资和赔偿的问题。你等一下。您这是干嘛？老师。老师，我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。我不配当你的老师，你跟晋然都比我优秀，我是个失败者。是您教我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，人是这样，飞图也是如此。您还记得2年前吗？对手的打压，害得我们飞图差一点就经营不下去了。要不是您把卢总请来，可能那个时候飞图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您忘了您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
不要被一时的失败而打倒。失败并不可怕，你知道孤独的那种感受吗？我好累，我拼不动了，我也熬不过去了。我现在就想解脱。可是您还有我们，我和既然可以帮您的。来不及了，我只希望你往后还能记得我。您不仅是我的老师，我们还会是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您看，我们的合作意向书我都已经做好了，我拿过去给您看好不好？不，没有用的。什么合作，都是骗人的。你们到最后也会跟他们一样，要抢来跟我解约。这是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我不想连累你，谢谢你。你回过头去吧。金总，你知不知道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轻生？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对手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根本还没到死的时候。你看看太和里面还有多少个员工死心塌地的跟着你。你死了，让他们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公司现在还没到最惨的时候，你还有反击的余地。飞图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我真心希望你考虑一下我之前跟你提的那个建议。只要你我强强联手，一定可以达到双赢。好好活着，路还很长。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季耀庭站在那里，就想到了多年前站在那里向我求救的凯文。凯文，你是说当年美姬案子的凯文吗？当年我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及时的出手抢救，所以凯文他走了。原来你知道吗？我刚看季耀庭站在那里，我恨他，我恨他不负责任。但我更恨当年的我自己。你是不是到今天还在怪我？我努力了。真的努力了。我知道。当年我知道凯文他有家室，有妻子，有孩子，所以我在收购美姬之前，我寓意将集团底下一个小公司授予他去做代理。如果他做得好，不出1年，
只要不出1年的时间，他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好了，公司他把这个公司给别人了。是我一手将凯文逼上去了，我给他看到希望，最后让他看到了绝望。哼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这能叫抄袭啊？真是见了鬼！这个真的不算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心怡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要死了。我没觉得他会停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就已经……我有个重大的发现啊！这个高承志的家伙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著名的摄影师，顽固富二代一名，不仅拍出来东西特别烂，而且他还开了一个培训班，他养了一批的学生，这张照片都能看出来，这是他学生拍的，根本就不是他的作品。他真是想活想疯了吧？吵死我了！还有，我呀，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他的学生，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才说出了这些。但是呢，我答应了人家不能出卖他，所以我们还得另找证据了。双双，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吧？我真的很感动。你已经不生我气了吧？我才没有，我是看不惯，哼，诬陷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能使出来。等我找到这个人，我一定要教训他。你就嘴硬吧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放不下我，对不对？谁说我小气？双双，就别生我气了，来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就算原谅我了。没有。建然，哟，张亮，快来，赶紧坐。我正想跟你好好聊聊培新岛地产这边一个新的动向呢。很抱歉，建然，培新岛的项目，我决定撤资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私人原因。这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这可不是你一贯做事情的风格。你要有什么苦衷的话，你告诉我，哥几个一起帮你想办法去解决。再说了，培新岛的项目已经开始动工了，你这个时候退出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我真的已经决定了，而且也确实是我私人的原因，不方便透露给你。所以你只是过来告知我一下。我想，凭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做这么大的决定，还是亲自过来跟你说一下比较好。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现在这么做，置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于何处？总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张总，请您留步。这是我和建然一起做的关于蓝镇旅游配套资源建设发展的策划书，一直没来得及给您看。袁经理，我相信你们的策划书一定做得非常好，不过很抱歉，我不能再继续参与你们的项目了。为什么呢？既然您真的认可这个项目的前景，为什么不愿意一起做？我要马上去美国了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把建然还有你们大家牵扯到里面。不过，
我会按照合同赔偿给既然的。张总，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您的帮助。培新岛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开始启动了，每个行动都是参与者的心血。您说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我们如何寻找其他投资者呢？您要是这么一走，让既然怎么办啊？您就不顾及你们多年的情谊吗？我相信既然的能力，我也相信他一定能度过这次危机的。还有，袁经理，你的工作能力很强，我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陪在既然身边，支持他。再会。张总，您可能对我们的项目有很多地方您不了解，您听我说。袁经理他的担心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负责。如果打扰到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既然你来了，那袁经理就交给你了。张亮，我本想再与你好好的聊一聊，但现在这么看下来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兄弟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打住吧，兄弟这个词不是随便乱叫的。以后你叫我进总，慢走不送。保重。走。既然，我觉得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内疚。对不起啊，每次都是我在给你惹麻烦。这不也没什么不好的吗？那至少能证明你还在我身边，在乎我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路都这么过来了，打打闹闹，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要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不在我身边，给我惹麻烦了，不吵我也不闹我了，那我是不是该担心你准备要离开我了？既然，我不会再冲动了，也不会再伤害你了，更不会再离开你。真的吗？你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到最惨的时候，你还有反击的余地。飞图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我真心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之前我给你提的那份建议。只要你我强强联手，一定可以达到双赢。好好活着，路还很长。季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责任感？季总，你别这么说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了理想所做的努力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我最清楚。我一直都以为努力不重要，因为大家最看重的就是谁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可是季总，您没输啊。唉，其实，既然说的也没错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一败涂地的地步。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吗？
和晋然合作。我对晋然的厌恶一点都不比您少。我在飞图待了那么多年，是他亲手把我送出了公司。要是没有您录用我，估计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我。可话说回来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晋然在商业手段上的确有一套。我们为什么不借助他的力量，挽回现在的局势呢？Lisa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背后支持我。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澄清。什么？当时既然把你开除了，这个责任在于我。我对不起你。都过去了，季总，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公司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振作起来。谢谢。傻样，笑什么呢？我忽然之间啊，一下子什么都想通了。你的手段，你的做法，还有你的抱负，是吗？嗯，不觉得我跟季耀天2度合作是别有用心了？哼，你们女人疑心病啊，非要用我差点飞掉一条胳膊的代价才能换取你的信任啊！哎，我只是说我想通了，但并不代表你这些做法值得推崇。蓝城项目你骗了我的事情啊，我可能会记你一辈子。一辈子呢？那至少说明我任重而道远嘛，是不是？你还是不要太得意了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其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相处？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呢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切，你想得美！我本来就貌美如花，好吗？我还不如花点心思想一想怎么做自己的女王，不依靠任何人。错，别人可以不依靠我，但你得要依靠我。哦。不过说的也是，现在的挑战，这不才刚刚开始吗？原来，接下来我还需要你的协助。你是说张亮吗？是啊，我不打算再去找他了。公司现在缺少了他的资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认为我和季耀庭再度合作，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而且，这不还有你在我身边的吗？好，我随时待命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我一定比你想象中的更出色。所有的事情都放心交给我吧。原来，我时常就在想，有你在我身边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们彼此经历了那么多，分开又和好，身边人人都有彼此。闭上眼睛。干嘛？好了。送给我吗？带什么？好看吗？很美，我喜欢。原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再也不分开了。
去，我一早蹲在麦克家门口，这家伙果然像那学生说的那样，一早起来就锻炼。我已经叫了我几个小兄弟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双双，你这样做不妥吧？他人卑鄙，我们不能跟他一样啊！你冷静点啊。这儿呢。嚯，你这干嘛呀？我这吓唬人不得拿出点架势来？那麦克人呢？那儿呢？我本来吧找了我大学时候玩的好的几个同学，想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个……所以我就心软了呀，就让我同学都给撤了。你这样做本来就是不对的，你可是个律师啊，双双小姐，记住你的身份。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呀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案子不是那么好打的，尤其是这种证据不足、前期又没有注册版权保护的问题，是很难打清楚的，诉求很难被主张。但是这样呢，就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。我去，我想到这儿我就不能忍了。好了，别想了，到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呗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俩认识啊？我想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月拉姐，这么巧，你难道就不心虚吗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你别装了吧，我都看到了，是不是你让麦克告程志抄袭的？你现在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？麦克呢，只是我的一个粉丝，当然他也是一个摄影师，所以我想找他拍点艺术照。今天约他就是想沟通一下拍摄方案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麦克和程志的关系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在这种时候，你出现在麦克身边，是不是太巧了点？他们之间有官司啊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跟他聊聊。你行了吧？我到这里来不是要跟你东拉西扯的，我就是要警告你。既然我今天能跟到这里来，发现你跟麦克之间的关系，那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能让程志获胜的证据。你最好能撇清你自己的关系，不然这一次，你一定会身败名裂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又没怎么样。你要是真怎么样了，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干嘛呀？我又没打人家，不就吓唬一下？吓唬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律师干嘛呢？哎，你别说，有时候还真管用。你说说看。那你可就不知道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跟我那几个好朋友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败类没有对付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都是正当防卫。哇，我的小公主，你还有这历史呢？那这段时间可算把你憋坏了。什么这历史？我都说了是正当防卫。你要知道的，这个世界上无赖很多，你跟他们讲法律，他们就觉得你在跟他们过家家。然而，无赖在心理上脆弱得很。哎，有一次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一无赖偷了我哥们儿东西，非不承认，我一气之下就给他堵巷子口了。我说我已经报警了，但是他不信。于是呢，我当时就揣了个棍子。你看，首先这架势就要拿出来，他当时直接就吓懵了。这时候警察到了，他居然妄图逃跑。我告诉你，我当时直接就……这就是爸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爸，没事吧？双双平时不是这样，
他今天特殊情况，有个案子特别棘手，所以他就…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是你这个抄袭案让你感到棘手吧？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是啊，赵教授，我们碰到了一个无赖，他非要说程志的设计作品抄袭他的，而且还大肆的做文章呢。这种人真的特别不要脸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程志，我说你怎么又去捣鼓你这个摄影了？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就是心血来潮，觉得好玩，就投了作品。我没花钱。你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。你说你不好好研究案子，惹出些不三不四的事情，给自己沾了一身泥。我看你以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爸，没您想的那么严重，这是小事情，我自己能搞定，就不用您操心了。不用您操心。你自己能搞定？你搞定什么呀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不光这个律师事务所搞不定，我看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爸，您怎么还像以前一样？我自己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心里清楚啊。赵教授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情不是程志干的，是我干的，是我未经他允许帮他报名参赛的，一切都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啊，程志他这几年兢兢业业，在律师事务上打赢了很多官司，他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，这您应该也是有所耳闻的吧？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的。你干嘛呢？是我自己要参赛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吗？是我跟你是我自己要参赛的。好了好了，别以为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我不清楚。程志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官司的事情，你给我处理干净。如果这个官司输了，那以后这个律师事务所就由我来负责。还有啊，什么人该留，什么人该走，你心里要想清楚，要有个决断，不要让这些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人把你带到沟里去。请问赵教授，您想让我想清楚什么呀？什么是我该决定的？谁又是不三不四、乱七八糟的人？还有，事务所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能做管理。赵正之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糊涂！走开！年纪这么大了，情商还这么低，我实在没忍住。你也别怪你爸了，这件事情说到底呢，我也有责任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打赢官司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去跟踪麦克的时候，我还碰见谁了吗？谁啊？楚云。靳总啊，你英雄救人的事迹已经上新闻了啊。我倒觉得挺好，反正也省得我们造势了。这次和泰和合作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立刻就会有新的投资人对我们感兴趣，到时我们也就不必在乎他张亮那份了。金然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事了？啊，我们这次明明可以借此机会吞并泰和，为什么要给他留生机啊？怎么？以一条人命换一个吞并的机会？我只看到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顾三你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，铁石心肠。那凯文的死，我问你，凯文的死你不要再跟我提了，我没有权利去干预凯文是生是死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明明有一条生路，是你掐断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。既然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摊牌？你为什么在知道之后还要让我进入飞图？我如果能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选择你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。生意场上，
能够有让彼此被利用的机会，这才是能够在一起合作的。你教会我的。竟然，我求求你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我每天跟人厮杀在商场上，我好累。我求求你跟我回去吧。你，我，Alex，我们一起过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不可能跟你一起回去的，因为原来在这。和太和合作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我劝你最好不要阻止，省得白费力气。季总，我作为飞图旅行社的产品经理，今天正式向您提出合作。策划书您仔细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。好的，我看了，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，除了这2个条款可能需要修改一下之外，其他的再让我的秘书跟你联系。能再次跟飞图合作，真是很开心。能重新开始的感觉。说什么呢？本来这一切都是在正轨上的，而且我最近一直在猜想，这是不是你和静然演的一出戏啊？你们在公司的时候斗得你死我活的，其实是静然故意把你推出去，为了开辟新的业务，然后你们俩再强强联合，不断扩大业务领域的同时，又能各自占一席之地，是吧？还真不是这样的，什么强强联手啊，都是静然在帮我。没有，季总，您知道现在外面那些投资商都是怎么猜想的？他们说，既然能放下跟您的恩怨再次合作，一定是太和公司和蓝镇有着巨大的潜力，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呢。竟然机密过人，我真是甘拜下风。季总，您能放下执念，真的让我很钦佩。您依然是那个最让我佩服的老师，真的。千万别这么说。那个是，年轻真好啊。原来你一定要幸福，竟然是值得你托付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